上一个视频讲了哥本哈根的吃、住、行、通讯等基本旅游信息。这个视频我想讲，对我来说旅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当地的人和文化。虽然只有1周，但我还是想来探寻世界上最幸福的丹麦人是怎么样生活的。作为海上勇士维京人的后代，他们有着开放、勇猛、坚毅的性格。也正因为是外界环境的恶劣，使他们有一种对火焰的热爱，有一种强烈的在一起团结的力量。据统计，丹麦是亲朋好友聚会最多的国家，一起吃一起玩是丹麦男女老少的日常。虽然结婚率很低，但他们的社区和团体的力量非常强。居民大楼里虽然每户自己的面积比较小，但政府会有意扩大公共使用的面积。在普通的小区周围就会有提供给大家可以聚会的咖啡馆、餐馆，或是众多的儿童乐园和公共菜园。在同一个社区里，把邻居当成朋友，组成一个大家庭。幸福在丹麦叫 Lykke， 我想有归属感，有自己属于的那个小社会的团体感，就是丹麦人幸福的最主要的原因。第二个，不可避免的需要谈钱。丹麦人均收入4.5万美元，但税收高达 45%。但如果年均收入高达7万以上，那税收要超过 52%。而同时物价又相当贵。我们都知道，有钱虽然未必开心，但没有钱一定是不开心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丹麦人的快乐从哪里来呢？那我所见到的就是政府用税收来创造了一个环境，可以 fun for free，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得到很多免费的快乐的国家。环绕着整个城市的河流是干净安全的，在居民区随时都可以看到男女老少在河里游泳。据说就算冬天，这里也有冬泳的习惯，叫 skim dip。 而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是大王。自行车道、自行车高速道不但安全，而且还建立了很多便利的垃圾桶和休息的地方。不论贫富，大家都可以骑自行车或者坐公共交通。便利、节俭、公平的公共交通也给大家带来了幸福。除了全民免费的医疗、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，政府还积极帮助每个公民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得到快乐。让我特别惊讶的就是社区的图书馆活动非常丰富，不但使得丹麦人有良好的阅读习惯，而且社区图书馆就像一个活动中心，早晨在大家上班之前提供一个免费的音乐课或者艺术表演，或者鼓励大家组织各种社团活动。就这样，在点点滴滴中，不用很多钱就得到了大家的快乐。第三个幸福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健康。古老的丹麦王室并不参加政治管理，却担当着作为优秀公民的楷模作用，其中就包括1年1度的皇家跑步节。丹麦人并不爱去健身房，而喜欢积极的生活状态。政府提供了一流的自行车道，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自行车优先的感觉，使得骑车人有一种自豪感和快乐感。而且市政从设计到建造都是以人为本，行人是舒服的，公共交通是方便的，河里游泳是自由舒服的，而且一切都是免费或者是很便宜的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什么是发达国家，并不是武力或者是 GDP 的第一，而是一个贫富相对平等，普通人受到尊重，日常生活舒适方便的国家。
每年都有一个国家的自由度排名，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还有香港总是位居前茅。很惊讶地发现，号称自由的美国排名20。作为中国人，很遗憾地看到中国的排名是132，伊朗的排名152。什么是自由？自由的信仰，自由的言语，自由的选择，自由的集会，自由的婚姻。而在丹麦还有鼎鼎有名的自由的时间，员工每年有5周带薪的休假，如果怀孕，夫妻还可以共享1年带薪的休假。丹麦人每年平均工作1450个小时，而美国人每年平均工作近1800个小时。多出的时间就可以自己玩、休息、社交，难怪丹麦人是如此的幸福。6月初正逢丹麦的总统大选，非常惊讶丹麦人对政治的关心和理智。今年有13个政党积极参选，政客必须要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体恤民意的热情来得到选票。同时，因为免费的教育体制，丹麦人的普遍教育水平很高，对于谁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都有很强的责任感和自信。今年85%的人将参与投票。在开放的国家里，市政厅对外开放，市政厅隔几条街就是老皇宫，也是现在的总统办公楼。中间隔着一个花园，也就是皇家图书馆，也是现在的公共图书馆。而就在这个花园里，有着丹麦人最崇拜的哲学家、神学家索伦齐克果的铜像。就在这个舒适自然的环境里，有一排排彩色的椅子，据说就在这里可以看到政客和居民之间的聊天，甚至于争论。如此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，不禁想到当年的蓝牙哈拉尔一世国王，用智慧和妥协把基督教引入了维京文化。同样也是因为思想的自由，250年前的 Frederick 5世国王从巴黎请来了艺术老师，建立了丹麦皇家艺术学院。以至今天，丹麦都被公认为设计之都、现代艺术之都。而恰恰是这个自由、平等、合作的团体，才建立出像丹麦这样信任度极高的社会。正因如此，才有一个普遍的说法，只有在丹麦，父母才会自己在餐馆里吃饭，把婴儿留在户外。而且在丹麦，7岁的孩子就可以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。这种极度的社会信任实在是太幸福、太羡慕了。丹麦人幸福的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的善良和友好。丹麦人不但做了 Skype， 还做了 Be My Eyes。 我想人的天性就爱帮助别人，从中获得了强烈的幸福感。只需要一些时间，就可以帮助盲人解决很多生活的实际困难。听到后，我也马上下载了。难怪朋友说，现在愿意提供帮助的远远大于需要帮助的盲人，难得才能获得机会去帮助盲人。听当地人说，丹麦人极其重视社会教育，尊重他人，信任他人，帮助他人，大家开心才有自己的幸福。企业也重视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鼓励浮动性的工作时间和地点，讲究合作和公平。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最清廉的丹麦政府，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 Remove the price tag of the happiness。 我想正是这个使人安然相处的大众制度，使得个人和企业的欲望得到极大的制衡，故而幸福来自平常和自如。那作为一名不能移民去丹麦的游客，那我可以做什么呢？我想第一个就是要减少对物质的欲望。
读书、艺术不但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，还能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。坚持运动对我来说就是坚持游泳，而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，就是多花时间建立更强的与人的关系。第一步我可以做到的就是做了好吃的，不但与家人分享，还要与邻居分享。最后介绍一个网站叫 Random Acts of Kindness， 每次看他们的视频都会给你带来很多快乐，尤其在这个时代，减少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，更是传播着人类美好的天性。